对你来之前呢，你告诉我，就是这里有僵尸的传闻。哇，这个不得而知啊，听说了。我们来这边是Klang Valley的百年古墓，我们来这边做布施，然后在这边做一下实施员工这样子。这个蛮大的一个墓地区哦，所以有一些现在我们在的位置是比较好的 condition， 所以有一些 condition 是非常 bad 的。山坡嘛，有高有下，有凹凸不平的地方嘛。以前的人就是说入土为安嘛，能葬的就不要火化嘛。其实真的是入土就为安嘛。其实未必的啊，是吗？有些时候因为风水的关系、墓地的关系哦，所以要很小心。所以我情愿我跟我的家人讲，火化一了百了，干净。这样撒海呢？很多观众问我这个问题。撒海这个啊是见仁见智啦，但是如果我们家里有小孩嘛，小孩会想念父母亲啊。对，我觉得要留给孩子一个是比较算是for后人的东西，而不是我是这样子的逻辑分析啊。因为以前打仗的年代，每个人都很穷，就没有钱，对吗？然后可能有时候他们被迫好像放在乱葬岗还是这种地方，这样可是这个人生前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他就走之前他就救了很多人。我觉得就算是一个这样子，你们所谓的不好的就是入土，可是我觉得因为他做了很多好事，而不会因为这个他如何被葬的方式而影响到他不能去极乐或者是怎样，因为他生前做了很多好事。我的 logic 是这样。其实不管是你是什么人呐，不管你是华人也好，韩国人也好，只要是你有中华的血统的话，其实墓地这个东西哦，他们都很在意的。你看韩国人哦，他们很在意他们的墓地的。你们可以看最近的破墓。对了，你看他的。뭐가 나왔다고 거기서 겁나 험한 게那个很刺激哦，原来是一个D字形哦，是拿一个东西来刻另外一个东西。是有什么说法？其实是有，因为墓地跟后人的关系是很浓，我们的那个血连液啊。如果你站在失败之地，你就肯定出事。墓地也有分很多，人也有三等九流嘛，墓地也有好和不好。这个龙穴啊，你要经过三神土地的同意你才能用哦，三神土地都不同意你怎么能用？所谓的龙穴不是这么容易，而且你本身如果没有帝王资格，你没有那个命格的话，你也葬不了那个地方。所以我想请问，那个破墓里面它有一个 T 字形这样子的一个葬法，是有这样子的下葬法的吗？没有这个下葬法，但是那个是指什么意思？那个是因为风水是可以制造好的格局，你也可以去制造不好的格局。Depending on 那个风水 master， 所以好像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这样 modern 的时代，还有一些地呢是养尸地。他们也不知道种了下去那个地，因为地的那个土壤那个管理地是不适合拿来下葬的，所以那个地哦就会养那个尸，不适合下葬跟养尸有什么区别？对，所以那个变成养尸地。养尸地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尸体可能他埋葬了10年，他的骨和肉啊都还在。往生的时候是没有光头的啦 ，example 啊，但是过后你开起来的时候，它是有头发的。你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基因的质地？对，然后就好像我之前讲的，它就变成少息哦，或是以前叫阴尸啊，其实是这个分别。对，所以要选墓地要选好来哦。重点是没有钱的人怎样，就是不能。其实以前你看哦，那个将军们啊，打仗的时候，战死的将场怎么样？就是就地埋。不然就是火化，对啊，撒海撒河，戴一回他的帽子拿去做纪念的，也是这样子的。是哦，所以海军打仗死了也是丢大海了。对，所以我是想知道，就是会是一个怎样的说法，因为我比较西方，所以我不大理解这个就是葬法有没有被受影响之类的。其实山地墓地也要看啊，有些时候什么某某广告公司啊，或者是某某公司，because marketing 嘛，说推讲的多好也多好，但是真正的你们还是要自己去找老师来看哦。这样没有钱的人呢，就只能认命吗？你的意思是？没有啦，你就看哦，看你的budget啦。所以好像我讲的啊，火化就好了，又环保又经济。中枢啊？中枢就看你能不能接受啊。可是国外有很多，我也不觉得。新加坡也开始啦。对啊。然后你不要说你的 acceptance 去到哪里了。哦，还是看回个人。所以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点，如果你生前做了好多事情，你走后如何被葬是没有影响，也是有关系的。当然，以前有一个故事，一个公案，就是说他的目的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他很穷但是他身体做了很多好事，就是突然间他葬了下去，不久
就算今天土崩，那个山你就拱到它的坟墓前面有一条路，那条路就没有了。它的后面，比如说 example 而已，比如说没有河流的，或者是它的墓碑的前面是没有河流的。因为天灾的关系，它的前面多了一条河，它的墓碑的后面多了一堆的泥土，就有所谓的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这个概念。背山面海这样子的感觉哦。因为那个河流在你的前面过嘛，过汤嘛，代表是可以发财啊，代表有财运啊，会旺子孙啊。有这样子的意思啦，有这样子的说法啦，但是还是要看方向。现在买墓地是没有得选方向的 ，fix 的，你只能移那个墓碑而已。里面的那个 concrete 已经做好了嘛，你都不能移啊。哪里像这种以前旧的可以移左移右，怎么样移都可以啊。所以随着年代的变迁，就是土地越来越少了。其实火化不是说没有，还是要变化一下。火化不是说没有风水，土地当然你葬土葬是马上有风水，火葬呢它是磁场。如果地方很干净，那个地方有那个磁场，具备那个磁场，那个磁场的能加持啊，能加持能 benefit 到他的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所以就是看当下的心态咯。Anyway 讲回去，如果在生的时候你也不孝顺父母的话，父母走了，对啊，你再怎么样弄还是没有分别。所以呢，今天我不懂你有什么感受，可是我刚到的时候，就是外面有那个 jasmine 的花香，而且蛮香的，越来越浓。对，而且就是我一来到这里，反而我觉得很平静。我不懂是因为我在国外生活，就是习惯性的来墓地旁，因为国外的墓地很多时候是一个算是公园，这里也是公园啦，它其实是公园就是你可以去那边晨跑什么，所以我来到这里，我反而觉得非常的宁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下了一场很大的雨所以特别的凉爽。对，然后我也感觉这里的好兄弟们蛮亲切的，然后他们也其实有感恩我们来这里做验工的东西，可是这里蛮多啊，但是好像是蛮有。你是那些树？对，我刚才有看到，我刚才去另外一边那边的时候，那个更强了。那个是直接是要看。那个树是很大好大，好多个10个你样子很大。对，然后那个我反而感觉那边比较，这里对我来讲好像公园当然不同的山地，他们其实有凑过来八卦一下。不同的，因为这边这个山地呢，看风景很漂亮，但是呢，如果有一些山地是在巴里面的，好像我刚蹦的是在巴里面的，你驾车进去要5个公里，外面是没有路的所以进得去里面真的是黑到黑的那种，只有山那一种可能会刺激一点。对，因为这种在市区不可能就是怎么样，但是我还是觉得蛮平静啊，我一直感觉到我很舒服啊，在这里。对，它的确是很凉爽，都是在修的。对啊，然后他们也蛮 friendly 的。至于我看到什么，其实也有其他兄弟们不属于这里葬在这里的一些 individual， 他们也是从其他地方来这样子的，所以飘过路过。对，因为这里其实有一些是虽然他们的墓碑在这里，可是他们的本尊不在了。然后因为我们不能就透露这个地点，所以我们只能这样子走走而已。我真的是现在终于明白就是为什么，就是我的门派啊，我们就是修行的时候啊，会去这种地方，就是墓地来打坐之类的。可是我不觉得很恐怖啊。其实还好，我们这是如果是藏传佛教的话呢，有一些我们修四圣法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很宁静的墓地，而且你们也有这个很宁静的墓地，我们去修四圣法，然后就是布施，做修行，然后我们要去乱葬岗。简单说，莲师的修法就是在乱葬岗。可是马来西亚乱葬岗在哪里？马来西亚很少有，但是一些师傅还是会选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做这些 prayer。来英國吧，那邊周街都係真的。中國也是周街都係啊。反而我覺得這個挑戰還好。對，辛苦馬化師兄了，馬化師兄在幫我們修法。他真的是很有心。這一集我們大概就是講這樣子。我其實想問你看到什麼？沒看到。你明明就看到。不然你為什麼一直流汗？講到。累啊，很累，不夠休息，所以一直流汗。你知道嗎？當你很累不夠休息幾天的時候啊，你就在消耗着。來到這邊你要 on 你的 antivirus 啊 ，on 了你的 antivirus 的時候，你會消耗啊。剛才也不是說這裡有好像金樣子的東西了？不是在這邊。剛才我們經過那邊。
那边其实挺阴的。那边里面一点，就我们等一下过去哦。我是看到黑黑的，我不是怕什么，我是怕人，怕那些强盗而已。强盗不会在这种地方啊，很难说、啊。没有谁给他打击。等一下我们可以过去哦，拍一下那边的外景啊。就是我要讲一下哦，刚才我一直注意到那个烟是从那边飘来这个方向，就很奇怪，没有风，因为没有风的话，那个烟应该是直这样子上的，可是它一直飘过来这里。然后刚才马化旁边，我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用眼睛看到一个这样子的人形的 ship 就在它旁边这样子，但是比较高，大概有6、7尺这样子。然后就很明显的那些烟一直飘过来，你们懂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站住的这个地方是3叉路口，主要是他们全部是站在这里的，就是我们站在他们的不是中间，可能就是旁边，你们旁边都有，就这样子，所以那个烟一直飘过来这里。其实这里很热，没有风，一点风都没有。你看我流汗流到这样，你就知道。你的汗好像开水好像。I'm Candle， 所以但是 anyway， 谢谢你们大家的捧场。谢谢你们啊，允许我们做这个功德。